女孩举起利刃，一刀划开了肚子，然后将接到的鲜血洒向了水面。随后，她虚弱地躺在了竹筏上。没过一会，一条巨大的毒刺缓缓从水里伸了出来，紧接着毒刺慢慢张开了尾翼，并贴附在了女孩腹部的伤口上，似乎是在汲取她的血液。女孩顿时痛得面目狰狞，但为了给哥哥报仇，她还是强忍了下来。原来翠花从小就跟哥哥被拐卖到了这里，然而就在昨天，哥哥不慎被人贩子当头一铁棍，直接将他敲晕过去。闻声赶来的翠花看着昏死过去的哥哥，这让她愤怒不已，但奈何自己势单力薄，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她也只能忍气吞声。等到了晚上，苏醒过来的哥哥将自己的匕首交给了翠花，并让她要活着离开这里。说完，他就躺了下来，没一会就领了盒饭，看着自己唯一的亲人死在了眼前，这让翠花彻底爆发。她发誓要让这群人贩子血债血偿，于是她这才用自己的鲜血作为契约，与怪物达成了可怕的协议，而怪物也开始履行承诺，要对这群人渣进行猎杀。就在这天，其中一个人贩子刚从水里爬上来，身后的那条毒刺也紧跟着缓缓升起。没等男人缓过神来，只见毒刺直接贯穿了他的脖子，巨大的力量更是将男人腾空挑起，硬生生的将其拖进了海里，瞬间送他领了盒饭。而这场猎杀也才刚刚开始，男孩正在茅房里呕屎，殊不知一条怪物已经来到了甲板下。这时房间开始剧烈抖动，这下的男孩赶紧提上裤子出来查看，见周围并没有异常，本以为只是别人的恶作剧，于是他又回到了茅房继续蹲坑。而下面的怪物这时缓缓伸出了尾刺，就在男孩拉得满脸痛快之时，底下的毒刺瞬间冲了上来，精准命中靶心，伴随着一阵酸爽，男孩被直接从坑里拖了下去。另一边，人贩子段坤正扛着翠花哥哥的尸体准备扔掉喂鱼，而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大美发现，看着对方正在毁尸灭迹，于是女人决定偷偷进去一探究竟。这时她在一间房间里发现了虚弱的翠花，而就在她准备将女孩救走时，怎料人贩子团伙已经来到了这里。紧接着为首的段坤就将大美逼到了墙角，想要对其实施犯罪。而一旁的寸头男开始找翠花的麻烦，他上来就侮辱女孩死去的哥哥，这气的翠花直接就给他一个大电炮子。被激怒的寸头男随即就把女孩扔了出去，殊不知他现在有多嚣张，一会他就会死得有多惨。只见起身后的翠花一声嘶吼，一瞬间整个房屋开始剧烈摇晃，随后地板开始接连断开，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破壳而出。而就在这时，寸头男突然脚下一空，猛地掉了下去。就在他试图爬上来时，怎料在他身下正有一只巨大的老虎钳在撕扯着他。紧接着寸头男瞪大了双眼，开始七窍流血。同伙见状赶紧上前准备将他拉上来，殊不知此时的男人早已被拦腰斩断。眼前的这一幕顿时让两人惊恐到了脚底板，随后竟脱手将对方扔了下去。然而这一切依然没有结束，只见那根毒刺再次伸了出来，这下的段坤连连后退，好在男人足够灵敏，他接连躲过了毒刺的攻击。可就在这时，毒刺突然张开了尾翼，接着一口老痰喷在了他的脸上，剧烈的疼痛让他不断后退，怎料却被身后的木刺直接贯穿了身体，男人当场就饮恨西北。而现在只剩下了人贩子的头目丧彪。就在他准备干掉所有人时，这时一条巨大的蝎子就从海里爬了上来。面对眼前的怪物，男人竟丝毫不慌，只见他抡起斧头就冲了上去，直接一下劈在了怪物的头上。还没等他大显身手，他就被怪物死死锁住，随后摆动着尾刺将男人的脑袋直接扎爆，当场就被送走领了盒饭。而同样遭到重创的蝎子也因受到致命打击饮恨了西北。可故事依然没有结束，侥幸逃脱的翠花此时趴在了竹筏上，随着海流飘向了远方。2个月后，大美终于在一处村落里找到了翠花的踪迹，可她刚一进屋，眼前的景象直接让她马达呆住。只见此时的翠花脸色煞白，眼神里充满了诡异，随后女孩竟然从她腹部的伤口里挤出了一只晶莹剔透的蝎子幼崽，甚至还称她为宝宝。 Baby。 如此炸裂的一幕让大美看得浑身颤抖，她颤颤巍巍地跑了出来，想要赶紧离开。原来当初翠花请求巨蟹帮她复仇，作为代价就是要用她的身体帮助巨蟹孕育后代。至此，整部影片结束。不得不说，这部影片的结局属实让人看得毛骨悚然。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碰到巨型蝎子一定要撒腿就跑，千万不要硬刚。 一个胆大的女记者钻进下水道，发现一个浑身漆黑的男人。记者慢慢走上前，询问他认不认识老鼠人。浑身肮脏的男人深思片刻，抬起头，笑着看向女记者，然后嘴巴里流出了不明黑色液体。女记者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她赶紧掏出自己的名片放在地上，让他发现老鼠人的线索时联系他，然后拔腿就和摄影师跑开了。 可刚跑不远，摄影师的身后就传来了女记者的尖叫声。Holly！ Fuck this！
很快，摄像机来到了另一个人手中。此时醒来的女记者，双手已经被垃圾袋紧紧绑住，周围全是一些浑身脏乱的人，他们诡异地盯着女记者。女记者被吓坏了，连忙说自己没有恶意，只是想做一个都市报道，还说自己有着强大的人脉，可以帮他们回归正常生活。就在这时，一个牧师突然出现，他丝毫不在意女记者嘟囔的什么，即刻让手下抓住了摄影师，想要好好的惩罚下他。牧师来到一处洞口，挥手喊着里面奇怪的生物。没多久，一只鼠头人身的生物出现，他愤怒地咆哮着，嘴里的哈喇子流了一地。牧师拿起小碗，从里面舀了一勺，然后端着这碗老鼠人的口水浇在了摄像师的头上，摄像师的脸瞬间融化。很显然，这个液体有着极强的腐蚀性。接着就该轮到女记者了。牧师说，他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而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活下来。接着，女记者被人强行按着压到了老鼠人的面前，老鼠人的嘴巴里吐出了黑色粘稠液体，一股脑全浇在了女记者的头上，看上去十分的恶心。随着摄像机的转换，影像的视角来到了演播室，里面播放了女记者不久前被放出来的画面。幸运的是，她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但摄影师却消失不见。这天，女记者像往常一样播报新闻，可突然她开始口吐鲜血，然后一口喷在了男主持的脸上。没多久，男人的脸部就被腐蚀，没有了之前的帅气模样。在纪录片的最后，女记者恢复了正常，朝着镜头说了句 Hail Radma。大龄剩女正在梳妆打扮，准备在相亲对象面前惊艳亮相。结果刚一开门，竟看见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人，和介绍人说的简直判若两人。没等丽莎邀请，男人主动走进了房间，行为举止显得特别猥琐。Did you say something? Oh, I was just saying you look really nice. 丽莎被夸赞得浑身不自在，尤其是在没有经过她允许的情况下，男人竟毫不礼貌地拿着她的笔把玩。这对于有严重洁癖的丽莎来说，简直忍无可忍。她立即站起身来，请对方出去。Really don't want to leave. I think it's best that you do. I'm sorry. 无奈，男人只好转身离开。可他刚走到门口，居然把房门紧锁。丽莎满脸惊恐，威胁他赶紧把房门打开，否则马上报警。岂料男人不仅不听，反而还动起手来，任凭丽莎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这场悲剧终将没能躲过。事后施暴者阿海急忙逃离现场。几乎在同一时间，真正的相亲对象才急忙赶来。然而眼前的场景却让他彻底惊呆。随后，丽莎被送进医院检查。面对警方的拍照取证，丽莎毫不关心，因为此时的她已经心如死灰，能不能抓到施暴者似乎已经无所谓了。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丽莎每天都在颓废中度过，始终走不出阴霾。即便是上班，她那颤抖的双手也做不了什么，这让她差点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久而久之，丽莎的脾气变得越发暴躁，每天不停地练习双手的稳定性，可结果还是一样。几天之后，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阿海被逮捕归案，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丽莎的脸上洋溢着微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收件人正是监狱里的阿海，谁都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可天不随人愿，寄出的信最终又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既然如此，丽莎干脆再寄一封，可结果还是一样。最后在她的不懈努力下，终于等来了阿海的回信。封面上写着3个大字：你赢了。丽莎顿时激动不已，立马收拾好心情，准备迎接两人的见面。女人衣着性感地来到监狱，探望的对象竟是侵犯过自己的男人。阿海卑微地低着头，眼神根本不敢直视丽莎。他十分不解，丽莎为什么非要与他见面。他隔着玻璃不停地道歉，可丽莎却毫不在乎。或许这才是丽莎的真正目的，但她说起话来非常温柔，导致阿海根本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除此之外，丽莎还关切地问道。阿海被问得一愣，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回去的路上，丽莎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脸上竟露出了鬼魅的笑容。几天之后，丽莎又来探监，这次的气氛显得温馨了很多，不仅面带微笑，就连聊天的内容也发生了质的改变。从曾经的经历到未来的理想，两人无话不谈，像极了一对热恋中的情侣。除此之外，丽莎有时候会故意穿得性感一些，让阿海在里面也可以大饱眼福。但这天狱警却告诉她，阿海今天有事无法探视。丽莎顿感失落，以为今后再也见不到阿海了。结果几天之后，丽莎终于知道了真相，原来阿海是因为被狱霸打的，有伤在身，所以无
法探视，怕丽莎不信，他急忙亮出身上的疤痕。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丽莎正在对面享受着这种快感。接连几个月，丽莎只要有时间就会过来探望他。阿海也把两人的见面当成了心底最美好的期待。他表示只要丽莎愿意，出去以后他们可以成为朋友，不然绝不会打扰丽莎。见丽莎没有拒绝，阿海说自己已经获得了假释，很快就能出去。听到这个消息，丽莎非常激动，眼神里似乎充满了期待。过了没多久，丽莎突然收到一束鲜花，紧接着又接到一通电话，这才知道阿海已经出来了。聊了一会之后，丽莎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见面有些冒失，可她并不知道，对于一个被关久了的男人来说，心里最想的是什么，为此又能做出怎样出格的事情。女人刚到家，侵犯过她的假释犯竟找上门来，而且还厚颜无耻地说道 I promised I'd come. You didn't believe me? No, I did. I just didn't expect you so soon. 怕丽莎拒绝，阿海连忙解释说自己只是想快点把她的房子修好。说完立马动手开干，而丽莎也是非常贴心，回到屋里为他倒了一杯柠檬水。没成想双手又忍不住的颤抖起来。看着屋外的阿海，丽莎下意识的抓起了一旁的餐刀，但转念一想又放下了，脸上也不禁露出了微笑。看来她真的打算和阿海摒弃前嫌，重归于好。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等阿海喝下柠檬水之后，丽莎的行为举止立马发生了改变，她会故意展露出性感的身材挑逗阿海。阿海自然经不住这种要命的折磨，于是嘴里叼着一根牙签，慢慢的凑了过去。他似乎在用这种方式掩饰自己的饥渴，可这点小把戏怎么能瞒得了丽莎？他把欲擒故纵这招展现的淋漓尽致，搞得阿海简直欲罢不能，生不如死。荷尔蒙上脑的那一瞬间，柠檬水里的药效终于发作，阿海难受的几乎怀疑起了人生。本打算躺床上休息一会儿，结果前脚刚迈进去，就听屋里咣当一声。当他睁开眼睛，发现丽莎竟换了一身衣服，看起来十分性感。阿海以为这是专门为他准备的，殊不知丽莎是想让他在希望中慢慢的陷入绝望。What's wrong with me? Of course I do. You're a rapist, William. That's what's wrong with you. 意识到不好，阿海想起声讨的说法，结果却发现自己已经被五花大绑，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直到这一刻，他才看清楚丽莎的本来面目。原来丽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他的信任，从而完成报仇。随后，丽莎给他注射了一种不明液体，又让他彻底陷入了昏迷。当阿海再次醒来时，丽莎发现自己的手再也不抖了，因为他做了一件对阿海来说非常可怕的事情。丽莎让他掀开被子仔细瞧瞧，结果差点把他吓个半死。看来女人真的不能惹，尤其是护士更不能惹。I win. 歹徒将抓来的女孩扔在了桌上，随后就把她的手脚死死固定。看着女孩曼妙的身姿，周围的歹徒产生了邪恶的想法。就这样，女孩遭受了长达3分钟的噩梦。等她再次醒来时，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挂在房梁上。她本想从口袋里掏出匕首割断绳子，怎料却不小心失手掉落。而这时不远处的一个灯泡引起了她的注意，于是她立即摆动身体。不远处又传来了摩托车的声音，显然那帮歹徒已经追了过来。于是翠花决定展开反击。只见她将铁丝一点点拉开，随后将其捆绑在树上，调整好适当的高度后，又将鞋带系紧。紧接着她迅速跑到丛林外围，将身后的歹徒吸引过来。眼看时机已经成熟，女孩立即佯装摔倒，趴在了地上。顺利拿下一血后，翠花带走了歹徒的头盔跟手枪，并向着河边走了过去。她准备给歹徒来个瓮中捉鳖。很快，另一个歹徒循着脚印来到了河边，并在这里发现了同伴的头盔。等他拿起头盔一看，只见在这上边还挂着一根绳子。当他顺着绳子摸索过去时，翠花随即从河里钻了出来，直接一枪送他饮恨西北。紧接着，他迅速爬上树梢，注意到了不远处升起的缕缕白烟，显然还有一个歹徒就在那里。于是，为了先下手为强，女孩一直等到了深夜。她趁着歹徒离开的间隙，立即来到了篝火旁，随后偷偷拿走了他的弹药，接着爬上了一旁的大树。他把弹药绑了起来，扔在了这堆篝火里。悲催的歹徒还没搞清怎么回事，他就被接连爆炸的子弹当场送去领了盒饭。隔天，翠花就利用废弃的铁桶制作出了一架小船，打算沿着水路逃跑。可在途中，他意外发现了一栋房子，于是他赶紧走了进去，想要寻求对方帮助。然而出来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头。随后他邀请翠花进屋取暖，而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这时女孩注意到了一张合照，原来这个老头正是丧彪的父亲。为了狠狠
报复这群人渣，他偷偷将毒药放进了胰岛素里。毫无防备的老头刚把药剂注射到体内，他就开始呼吸困难。没一会的功夫，老头就为他宝贝儿子犯下的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紧接着，翠花立即开车逃离了这里。然而，他刚来到镇上的超市，就发现周围空无一人。还没等他多想，这时一名警察突然闯了进来，似乎他已经预料到了翠花会来到这里，随后就表示自己会帮助他。听到这的女孩激动到了脚底板，一把就扑进了警察的怀里。然而就在他们返回警局的途中，翠花定睛一看，他竟然又被带回了这处恐怖农场。等他想要逃跑时，殊不知对方早已锁上了车门。无论他如何求饶，他还是被送到了丧彪这里。就这样，女孩再次遭到了他们的凌辱。等结束后，丧彪心满意足地将翠花绑了起来。随后他牵来了一头白牛，接着举枪抵在他的脑门上，并当着翠花的面直接一枪将白牛送走。然而这还没完，变态的丧彪又取出了一把匕首，对着牛的肚子就豁了一刀，紧接着又把内脏全都掏了出来，只留下牛的胃部器官。原来丧彪打算将女孩塞进牛的胃里，让她整个人都被胃液腐蚀殆尽。而一旁的翠花当然没有坐以待毙，只见她已经将木柱上的钉子拔了出来，随后就对着丧彪狂喷垃圾话。经过他一番激烈的国粹输出后，这也成功惹毛了对方。就在丧彪取出匕首准备对他下手时，挣脱束缚的翠花立即发起了偷袭。然而他根本不是丧彪的对手，很快他就被控制了下来。就在这危机时刻，女孩幸运拿到了他的手枪。丧彪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本以为局势发生了反转，可怎料丧彪还留了一手。只见他拉开了一旁的绳索，随后一个男人从天而降，原来他正是翠花的男友。这一幕让女孩陷入了挣扎。就在她彷徨之际，丧彪立即起身，迅速将她制服，紧接着便对她一顿毒打，最后又把她的男友直接送进地窖喂了猪。而等到翠花再次醒来时，此时她已经被缝合在了牛的胃里，只给她留下了一只眼的缝隙，而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丧彪关上了铁门。直到她被救出来时，翠花全身上下的皮肤已经被胃酸腐蚀殆尽。至此，整部影片结束。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女孩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这是一根不起眼的杀人铁丝，女人不慎被他划伤，腿上顿时鲜血流流，可他却根本没有在意，甚至还来到河边散步，并顺手用河水简单清洗了一下伤口。回到家后，他撕下来一点面包放进清水里浸泡，随后再挤掉多余的水分，就把它敷在了伤口上进行包扎。结束后，他就继续忙碌。可这些简单的日常工作，这次却让他感到力不从心，十分乏力。殊不知他已经大难临头。这时，镇上的医生来到了他家。男人本想找她丈夫修理一下马车，可恰好她的丈夫带着孩子出远门了。这时，医生注意到女人满脸通红，还莫名在马路上光着脚丫，于是就询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可翠花却说是因为天气炎热导致的。还没等医生继续问下去，这时一个村民火急火燎地找到了她，说是自己的孩子急需救治，于是便将医生带走了。就这样，翠花错过了一次保命的机会。等到了深夜，外面下起了暴雨，可在屋里的女人却发起了高烧，她开始狂飙冷汗，意识也逐渐模糊。这时她发现牛棚里的一头牛跑了出来，于是女人赶紧冒着大雨打算将它牵回去。怎料这头牛非常倔强，无论女人如何拉扯，它就是纹丝不动。冰冷的雨水很快就把它全身打湿，这让本就发着高烧的翠花病情进一步加重。而就在她试图回到屋里时，很快身体支撑不住，晕厥了过去。然而她的丈夫跟孩子也不在身边，也不知过了多久，翠花就被一阵雷声惊醒。她赶紧起身，拖着沉重的身体回到了家。这时她发现被划伤的伤口已经感染发炎，于是她赶紧换上干净的衣服，并迷迷糊糊地升起火炉。又因为最近偷盗猖獗，她又把房门死死反锁上，阻断了与外界的联系。然而还没等她回到卧室，持续的高烧就让她再度昏迷过去。隔天邻居就来到她家取食物，但她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任何回应，这让她以为翠花也跟她的丈夫出远门了。于是邻居便带着食物就离开了。而此时倒在地上的翠花也苏醒了过来，但由于病情的加重，这让她根本没有力气求救，她只能虚弱地爬到窗边。可她刚把窗户打开，就发现邻居已经驾车走远，不得已女人只好拼命扶住板凳，将身体支撑起来。这时她在桌上摸到了擀面杖，于是她立即用力将其扔了出去，砸碎了玻璃。然而邻居早已离开，根本听不到她的求救信号，这顿时就让翠花绝望到了脚底板。为了能够活下去，她艰难地扶住餐桌，再次撑起身体，踉踉跄跄地来到橱柜前，翻出了一瓶消毒药，一饮而尽，这才勉强恢复了一丝气力。紧接着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取了一些柴火，准备烧开热水给伤口消毒。只见她从高压锅里取出滚烫的毛巾，直接敷在了发炎化脓的伤口上，撕心裂肺的疼痛让她差点晕厥过去。可为了保命，没有任何医学常识的翠花一连反复烫了10多次。然而等她掀开抹布一看，腿上的皮肤都已经被烫得通红肿胀，但伤口却依然还在流血化脓。不得已，她只好临时查看资料。这时她找到了一个残酷的解决方案。 And if thy hand offend thee, cut it off. It is better for thee to enter into life maimed. 翠花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当初只是不小心被铁丝划伤，如今竟要面临被截肢的窘境。一番思想斗争后，她还是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把大刀，随后来到了火炉旁，她将麻绳死死绑在腿上，紧接着就把刀放进了火炉里消毒。另一边，翠花的丈夫也已经回到了镇上，
这时他恰巧碰见了邻居，他询问对方今天去取面包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见到他的妻子。听到这的男人也是一脸懵逼，因为自己的妻子明明就在家里。于是强哥决定回家看看，然而他还没走出去多远，这时一个村民中途拦下了他，说他家里的牛跑到了这里，让他赶紧把牛牵回家。这番话让强哥顿感不妙，显然自己的妻子出事了。于是他赶紧一脚油门踩到底，整辆马车都被抡冒烟了。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家中，进屋一看，只见妻子倒在了地上昏迷不醒。这一幕顿时就让女儿担心不已。I've never seen Ma so sick before. Neither have I, Donovan. Your Ma's real strong, and Dr. Baker's doing everything he can. She's not going to die, is she, Pa? 强哥一直蹲守在妻子床前默默祈祷，好在奇迹还是出现了，翠花最终战胜了病魔，逐渐苏醒过来。The fever's broken. Courageous woman. If she hadn't opened the infection when she did, she would have lost her leg, probably her life. She's gonna be just fine. 就这样，一家人又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至此，整部影片结束。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被生锈的金属划伤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找医生。女孩刚下到水里准备日光浴，不料身后突然出现万吨巨鳄，并张着血盆大口。女孩吓得连滚带爬朝岸上游动，上岸后拉起男友撒腿就跑。可巨鳄哪会轻易放过到嘴的猎物，在水里对两人紧追不舍。当两人好不容易跑到露营聚集地时，却发现同伴红毛正在水里悠闲地晒日光浴。两人急忙大喊水里危险有鳄鱼，可红毛却以为两人在开玩笑，根本没将两人的警告当回事。不料下一秒鳄鱼就张开血盆大口朝着红毛咬去，幸好鳄鱼只是咬到了皮体，红毛这才侥幸捡回一条小命。众人被吓得惊慌失措，可鳄鱼却诡异地离开了他们。众人顿时松了一口气。不料下一秒巨鳄突然掉头朝着游艇疯狂撞击，巨大的冲击力撞得游艇左晃右摆，众人纷纷跳下游艇逃到岸上。可光头男不仅不逃，反而跑到船舱内部，拿起斧子就要冲出去和巨鳄拼命，没想到巨鳄却直接撞破了地板。光头男见状抡起斧子就是一顿猛砸，可巨鳄的脑袋比钢板还硬，根本砍不动，下一秒就成了鳄鱼嘴里的美味，而游艇也彻底被鳄鱼撕碎。众人不敢停留，想要逃离这里，可鳄鱼却再次朝他们追了上来。几个鬼火少年为了寻求刺激，竟偷偷来到无人区的深潭里游泳，没想到竟惊醒了一只史前巨鳄。尽管众人拼命反抗，但最终还是损失一名队友。几人吓得慌忙逃离，可在这荒郊野外，众人很快就迷了路。就在他们惊慌失措时，躲在暗处的鳄鱼已经将目光锁定了他们。此时女人怀里的修沟像是感觉到了危险，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女人刚想把他抱起，不料下一秒鳄鱼张开血盆大口迎面袭来，众人吓得转身就跑。可饿了800年的鳄鱼又怎会轻易放过到嘴的猎物，在后面嘶吼着夺命而来。惊慌中大壮脚下一滑，被树绊倒，眼见就要被鳄鱼吃掉。千钧一发之际，幸好同伴使劲将其拽走，这才侥幸捡回一条狗命。可走散的翠花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直接哭哧一脚踩到树杈中，不管她如何挣扎，始终都拔不出来。为了活命，她只能大声呼救，可此举无疑是自寻死路。很快听到声音的鳄鱼就赶了过来，眼见对方张开血盆大口缓缓逼近，翠花被吓得已经彻底失控，但鳄鱼可不管这些，直接一口将其吞下。赶来的小美还想去救她，却被男友一把拦了下来。见识到鳄鱼的恐怖后，汇合的众人只想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慌乱中，他们发现一个小木屋，众人瞬间看到了希望，赶紧跑进屋内将门锁死，随后慌忙拨打了救援电话。接下来几人只要原地等待救援即可。可就在几人以为已经安全时，殊不知狡猾的鳄鱼已经悄悄跟了上来。本以为已经逃过鳄鱼的袭击，谁知就在翠花上厕所时，尾随上来的巨鳄突然破门而入，她吓得赶紧夺门而逃，可这也阻挡不了鳄鱼吃肉的决心。下一秒，女人就被鳄鱼当作晚餐。众人被这恐怖的一幕吓傻了，反应过来的红毛赶紧抄起手枪，朝着鳄鱼疯狂射击。可此举不但没有伤到鳄鱼，反而彻底将他激怒。强哥意识到这样下去迟早完蛋，于是鼓起勇气抄起 biu 枪继续扫射。吃痛的鳄鱼立马开始逃窜，下一秒就冲出了屋外。慌乱中，一尾巴将汽油桶扫倒，接着又扫断电线，谁知碰到火花的汽油瞬间被点燃，而准备逃跑的同伴此时却被困在车内。随着一声声爆炸响起，男人瞬间被烤得外焦里嫩，彻底饮恨西北，而鳄鱼也被火花吓到灰溜溜的逃走。第二天幸存的众人终于等来了救援，可要命的是，刚走一半就被鳄鱼给发现。佛伯勒赶紧抄起手枪试图将其击退，可子弹对鳄鱼来说毫无卵用，被激怒的他直接朝小船撞去。慌乱中，佛伯勒脚下一滑，裤哧一下跌落水里，下一秒就被鳄鱼一口干掉。众人瞬间被吓得惊呆在原地，反应过来后只想赶紧逃离此地，但糟糕的是，受到攻击的小船发动机已经损坏。佛伯勒刚想去修，不料巨鳄突然从水里窜出，裤哧一口将他咬得稀碎，来不及害怕，众人赶紧趁鳄鱼用餐之际迅速开溜。好在几人有惊无险游到岸边，但小美却纳闷，为什么鳄鱼一直盯着他们不放。眼见事情败落，红毛才说出了实话，原来他偷了一颗鳄鱼自产的蛋，所以鳄鱼很有可能是来找孩子的。此时小美恨不得将红毛送去西北，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活下去。于是几人一合计，决定利用鳄鱼蛋引诱鳄鱼上岸，然后设计将他杀死。可他们还是小瞧了鳄鱼的战斗力，没几下就将红毛吞掉。眼见不是他的对手，小美急中生智，赶紧将鳄鱼蛋双手奉上。感受到母爱的鳄鱼立马破壳而出，小美赶紧将其放入鳄鱼妈妈口中。见状，巨鳄也没再为难他们，而是带着孩子心满意足的离开。一场巨鳄危机也就此解除。
这个男人睡觉时一直用手挠脸，但妻子却早已见怪不怪，因为最近丈夫每天睡觉时都挠，她怀疑丈夫只是简单的过敏而已，殊不知她丈夫其实是患上了梦游症。这天晚上，她睡醒后，丈夫突然不见了踪影，抬头一看，竟发现丈夫坐到了床边。她询问丈夫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结果丈夫一头就栽到了床上，呼呼大睡起来。就当她淡定地坐到电脑前加班时，丈夫却又诡异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紧接着二话不说就打开门走向了客厅。看着丈夫站到了冰箱前，脚下还散落了一地食物残渣，走上前去才看到丈夫大口大口地吃起了冰箱里的生肉。怀孕的妻子见到这一幕直接吐了出来，但她一转头，丈夫却又打开水龙头喝起了水。妻子认为丈夫可能是患上了梦游症，并没有叫醒他，但没想到丈夫转身回屋后，竟然打开了窗户想要跳楼，吓得妻子急忙冲上去拉住丈夫，这才将丈夫拽进了房间。这时丈夫终于清醒了过来，一无所知的他询问妻子刚才发生了什么，没想到竟得知自己是想跳楼，吓得妻子一大早就带着丈夫来到了医院检查。得知丈夫是患上了梦游症后，医生急忙开了几副治疗梦游症的药，本以为丈夫吃了药晚上就没事了，但没想到这药对丈夫竟然不起作用。女人只是睡了一觉，却发现家里的狗子离奇消失，看到地上散落一地的塑料袋，她瞬间愣住，因为她发现塑料袋上面竟然有狗毛。就当她缓缓打开旁边的冰箱后，吓得瞬间失声尖叫起来。狗子的离世让本就面临生产的女人肚里的孩子提前诞生，但孩子的出生却让女人感到害怕，因为她的丈夫患有梦游症，她担心她的丈夫会像伤害狗子一样伤害孩子。很快时间就到了晚上，放心不下的女人抱着孩子就躲到了浴缸睡觉，本以为这样会很安全，但到了半夜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吓得女人抱紧孩子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等到外面没有动静后，女人缓缓打开了门，结果竟然发现丈夫在客厅小便。丈夫一系列怪异的行为让女人察觉到丈夫患上的可能不是梦游症，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她请了一位神婆来到了家中。就当神婆见到丈夫后，瞬间察觉到了她丈夫的不对劲。她询问女人最近有没有异性朋友去世，因为她怀疑男人被附身了。神婆说只要找出那位死亡的朋友是谁，才能将恶灵赶出她丈夫的体内。为了弄清缠着丈夫的那个人是谁，女人开始在圈子里调查最近离世的人，但结果却不尽人意。次日清晨，她打开窗帘，看到楼下的邻居牵着狗在遛弯，她瞬间陷入一阵深思，因为自家楼下的那位老爷爷就养了这样一只狗，并且好久都没有见到过了。为了弄清那个老爷爷还活着没有，她假装好心的拿着狗粮去楼下探望那位老爷爷，结果竟然发现那老爷爷真的离世了。意识到附身在丈夫身上的很有可能是楼下的老爷爷后，害怕的她一夜都没有睡觉，生怕丈夫会对孩子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等丈夫一觉醒来，看到妻子眼睛通红，一夜没睡后，急忙将妻子按到了床上，让她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就是这一觉，她竟然呼呼的睡到了深夜。她急忙起床查看自己的女儿，结果竟然发现婴儿车里的女儿已经不翼而飞。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女儿的哭声。焦急的女人急忙循着哭声来到了一处垃圾箱旁，没想到竟然在垃圾箱里发现了女儿。好在刚刚发生的只是一场梦，但女人还是感觉到了不对劲，急忙起身查看女儿，结果发现女儿真的不见了踪影。看着丈夫正在炉子上用火熬汤，女人赶紧冲上去掀开了锅盖。好在女人只是虚惊一场，锅里就只有排骨。恰好就在这时，丈夫抱着孩子从屋里走了出来。看着妻子被热汤所烫伤，丈夫急忙冲进冰箱拿药，不料就在这时，妻子却拿起锅将丈夫砸晕，因为她怀疑自己的丈夫不是患上了梦游症，而是被脏东西缠上了。为了将丈夫体内的脏东西逼出来，妻子二话不说就将丈夫绑成麻花，紧接着拿起刀子就对准了丈夫的脑袋，她想用此方法拯救丈夫。看着丈夫此时不停求饶，妻子最后由于心软，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而是将他送进了医院。经过3个星期的药物治疗，她丈夫晚上梦游的症状也渐渐的痊愈了。本以为幸福的生活正等着他们，但就当他回家后，却发现家里的墙壁上已经被妻子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符咒。很显然，妻子仍然坚持他体内有脏东西，这是要准备给他驱魔的架势。妻子告诉丈夫，他之所以最近没有梦游，是因为神婆在他背后写上了符咒，还说只要今天晚上一过，他体内的脏东西没有离开，以后就永远不会离开了。看着丈夫仍然一副不理解的样子，妻子让他打开身后的冰箱看看。丈夫打开一看，直接冲进卫生间就是一顿呕吐，因为冰箱里装的正是邻居家的狗。原来妻子之所以将邻居家的狗残害，就是怀疑丈夫体内的脏东西是邻居家养狗的那位离世老爷爷，她想用此方法刺激老爷爷现出真身。就在丈夫在厕所呕吐之时，丈夫突然发现老爷爷的女儿被妻子绑进了浴缸，吓得他急忙冲出卫生间，但紧接着妻子就拿起电钻将他女儿从卫生间拽了出来，二话不说就打开了手里的电钻。她想用此方法逼迫老爷爷离开丈夫身体。看着妻子为了自己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举动，男人认为或许只有自己能救下女孩。于是他在电钻即将钻向女孩脑门的一瞬间，故意装作成了一个老爷爷的模样，缓缓走向了窗户，紧接着又瞬间的晕倒在地，这样才算是救下了女孩一命。但在妻子的眼中，看到的却是那个老爷爷离开了丈夫体内。很显然，丈夫的梦游症让妻子的精神已经受到了创伤，再加上他妻子临盆时十分痛苦，他又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这双重打击下，最终才引发了这场驱魔闹剧。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如果有了疾病，必须去医院检查，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才不会给自己家人造成负担。
男人一觉醒来，竟发现自己的情人死在房间里，而且地上洒满了钞票。正疑惑不解时，警方破门而入，将男人逮捕归案。据目击者所说，当时听见房间里传来尖叫声，但自始至终并没有看见有人离开过，而且门是反锁的，上面还挂着铁链，就连窗户也是封闭的，更没有被撬过的痕迹。根据这些线索，警方完全有理由判定男人就是杀人凶手，并以谋杀的罪名将他起诉。开庭之前，阿宾花重金请来一位金牌律师。见律师掌握着诸多细节，阿宾也不敢再隐瞒下去。原来这起案件背后居然另有隐情。当时他和情人小雅正在别墅享乐，事后两人匆匆离开，没成想却在半路发生了意外。虽然两人并无大碍，但被撞的小伙子却当场死亡。阿宾第一反应就是报警，但却被小雅拦了下来，因为一旦那样做，两人的关系就会彻底暴露，家庭和事业都将毁于一旦。这番话顿时让阿宾醍醐灌顶，随即打算离开现场一走了之，可车子却迟迟启动不了。更糟糕的是，一个路人正好要从这里经过，小雅赶紧将尸体放倒，然后拿出一个本子和阿宾洽谈，制造出两人撞车后正在协商处理的假象。见没人受伤，路人也没再多问。可就在这时，小伙子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小雅反应迅速，谎称是保险公司打过来的，然后赶紧跑过去假装接听，期间还不忘挡住地上的血迹。一波淡定的操作直接将路人忽悠走了。但眼下还有一个麻烦，这个路人始终都是目击者。为了掩盖真相，两人赶紧将尸体放进后备箱，然后小雅留在这里找人救车，阿宾则负责毁尸灭迹，连人带车全都推进了河里。与此同时，小雅虽然没有等来救援，但却遇见了一位路人老白。一番检查过后，老白说可以帮他把车修好，但车上没有工具，需要回家才能处理。考虑再三，小雅只能无奈答应。殊不知这一去竟是羊入虎口，美女刚杀完人，居然敢只身一人来到死者家中，还顺带清理了一下手上的血迹。当小雅看到桌上的照片时，顿时傻了眼，原来撞死的那个小伙子居然是他们的孩子，简直是羊入虎口。正愁找什么借口离开时，老白说车子已经修好了，小雅赶紧借机开溜。可刚走到客厅，老两口就拨通了儿子的电话，而手机正好在小雅兜里。慌乱之际，他急忙把手机塞到抱枕下面。老两口十分诧异，因为儿子出门从来都不会忘带手机，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小雅立马匆匆告别，临走时还调了一下座椅。老白见他行为举止古怪，特意记下了车牌号码。阿宾得知此事以后，立马将车子处理掉，然后再跑到警局报案，说车子被人偷了。看似滴水不漏，可警方还是找上门来，因为据老两口所说，儿子失踪当天，他们打过他的电话，但却被挂断了。这也就说明儿子的电话不可能落在家中，期间家里没来过任何人，明显是修车的女人带回来的，也就是小雅，而且他还调整了车座椅，这就证明车子不是他的，小雅一定还有同伙。警方按照老白提供的车牌号码，立马就查到了阿宾头上，可阿宾却说车子被人偷了，而且事发时自己正在国外出差。为了让警方相信这一切，阿宾让朋友伪造了在国外的开房记录，本以为计划的天衣无缝，可新闻却突然报道说男孩并没有死亡，而是因为窃取银行的5万欧元畏罪潜逃了。阿宾听后不明所以，急忙约小雅见面，这才知道原来他在事发时拿走了男孩的钱包。小雅发现她和自己丈夫居然在同一家银行就职，于是趁丈夫洗澡的功夫，偷偷用银行账户给男孩转了5万欧元，制造出携款潜逃的假象。本以为这样可以成功脱身，岂料几天之后，阿宾突然收到一封信件，里面是一张湖畔照片和一份录音，对方口口声声说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以此来索要10万欧元封口费。怕事情败露，阿宾立马准备好钱过去交易，没成想刚到酒店就发生了意外。小雅当场死亡。据阿宾所说，勒索他的人应该是当初那位路人，但却被律师立马否定，因为有2点解释不通。既然是勒索，为什么杀完人后钱却被撒了一地？最关键一点，他是怎么离开房间的？与其说凶手是那位路人，还不如说是老白，因为他有明显的杀人动机。而且从阿宾被捕时的画面来看，老白的妻子居然也在现场。通过调查得知，他正好就职于那家酒店。难道真的是巧合吗？就算是的话，律师也可以以此为突破口，为阿宾申请无罪辩护。那真相就变成了这样：老白先把勒索信寄给阿宾，接着和妻子里应外合拿走窗户钥匙，然后赶紧躲进衣柜里，等阿宾2人赶来交易时，趁其不备突然下手，之后把钱全都撒在地上，再把凶器放在阿宾手上，以此来陷害他。事成之后，老白通过窗户溜之大吉，当警方闯进来时，自然把阿宾当成了凶手。律师的这套说辞足可以让阿宾解除嫌疑。至于男孩的死，也可以全部推到小雅身上，因为阿宾有不在场证明，可以说是小雅开了他的车，发生车祸之后又把男孩推进了河里。这样一来，2个案件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而阿宾也成了唯一的受害者。为了坐实这一结论，必须在男孩车里放一件小雅的物品，这就需要阿宾说出毁尸灭迹的地点。
然而眼下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当时阿斌在处理尸体时，发现男孩根本没有死，但为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他还是决定将其杀掉。如果警方找到尸体，经过法医的鉴定，必然会发现异常。听闻此言，律师瞬间暴怒，他认为阿斌简直连畜生都不如。自我开导过后，律师很快冷静下来，同时也推断出了2起案件的真实情况。其实所有事情都是阿斌所为，是他阻止小雅报警，也是他拿走了男孩的钱包，并且让朋友栽赃给男孩。小雅的焦虑症就是最好的证明，整天活在愧疚当中，让他的精神近乎崩溃。最后因为良心不安，小雅主动给男孩父母打电话说出了实情，并装成目击者勒索阿斌10万欧元，想以此来补偿老白夫妇。阿斌得知此事以后大发雷霆，一气之下当场杀了小雅。事后他编造了无数个谎言为自己脱罪，还请来了金牌律师帮忙辩护。如今真相已经浮出水面，阿斌也不再有丝毫的隐瞒。听到了想要的答案，律师让他放心的准备开庭，随后转身离去。这时阿斌的电话突然响起，可聊了没几句又信号中断，跟着兜里的钢笔也渗出了墨水。打开一看，里面居然装着一个窃听器，而窃听的人正是老白。阿斌惊愕地走向窗边，发现律师居然和老白待在一起，而下一秒，律师卸下伪装，摘掉头套，男孩母亲的面容顿时浮现出来。看到这一幕，阿斌瞬间感觉天塌了一样，内心无比绝望。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起，来人正是货真价实的金牌律师。不过一切都已经为之晚矣。为了防止自己被校园霸凌，男孩搬来桌子挡住了宿舍大门，然后关闭灯光，静静地等待着命运审判。没想到校霸们却根本不讲武德。男孩见状赶紧捂住自己的口鼻，因为这呛人的气味实在是太过难闻。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感到害怕，而是硬着头皮将所有秽物收集了起来，然后趁着夜深人静偷偷溜了出来，悄摸地闯进了学生会会长的房间。看到此时的会长睡觉有张嘴的习惯，伊利二话不说就拎起桶倒了上去。然后火速朝着外面奔跑，只留下了会长一声声凄厉的惨叫。然而伊利并没有咽下那口恶气，趁着第2天学校吃早饭时直接出言挑衅会长。会长听后瞬间被气得火冒三丈，立马就把伊利给叫到了一旁，尽情挥舞着手中的拳头。然而伊利却丝毫没有还手的意思，因为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会长暴露出自己的本性。此时的会长还丝毫不知道，眼前这个不还手的男孩，曾经是无数学校都不敢接收的邪恶男孩。他只是不小心碰掉了吃饭的勺子，就被继父狠狠甩了一巴掌，紧接着继父就拿出小皮鞭缓缓关上了门。然而暴力滋生出的却只会是暴力。正是因为在这种环境之下，伊利经常把内心的愤怒挥发到同学身上。虽然他打的都是学校里的恶霸，然而他这种打法却根本就不被人接纳，因为他每次都是照着对方往死了打。因此伊利每当来到新学校一段时间，都会被校长给无情的退学。为了让伊利完成仅剩1年的学业，母亲偷偷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将伊利送到了一家私立的贵族学校。然而伊利却不知道这里其实是个地狱，因为自从他来到这里的第一刻，学生会的会长就告诉他在这里要遵守规矩，就连室友对他说的第一句话也是让他在学校里遵守规矩。然而刚刚来到这里的转校生伊利却根本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这天学校放学之后，伊利突然被学生会会长的跟班撞了一下，紧接着还翻过来要求伊利道歉。伊利认为对方这是明摆着的欺负人，并当场拒绝了对方的无理要求。没想到跟班此时却告诉他，让他晚上7点钟去斗场。原来在这个学校里，这块方方正正的铁板上是允许学生们在这里斗殴的。可来到这里，通常都是2个人打1个人，一旦来到这里就会被打得满地找牙。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还手，但是还手的下场将会更惨，而一些不敢迎战的人则会被赋予一个响亮的称号——老鼠。随着时间到了晚上7点钟，外面纷纷传来了让伊利迎战的口号。伊利听后哪里忍得下这口气，不管室友的劝阻，就穿上了衣服，径直地走到了外面。然而他走出宿舍门后，却又突然回头了。他并不是害怕自己被打，而是不想因为这件事让母亲的希望落了空，导致再次被退学。不料正是这次伊利没有迎战，彻底激怒了学生会的会长。只见会长趁着晚上睡觉前，直接以例行检查为由，将伊利住的宿舍翻了一个底朝天。更让伊利愤怒至极的是，他们竟直接将小便尿到了室友的床铺上。男孩只是不小心惹到了学校里的学生会，没想到当天晚上就被学生会的人给绑了起来，直接不由分说的就将1桶开水泼在了他身上。为了让男孩以后老实一点，又将1桶冰水泼向了他。然而面对着此情此景，却没有一人敢上去营救男孩，因为在这个学校里，学生会的权力大过于老师，除了上课的时间，都是学生会的会长掌管着一切。好在人群散去之后，一个在餐厅上班的女孩救下了他，并将他给带回了宿舍里。可没想到次日一大早，伊利就看到了室友留给他的一封信。原来室友为了躲避校园霸凌，已经选择了退学去别的学校。老师得知这件事后，瞬间火冒三丈，指责伊利为什么不维护自己的室友，为什么让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受到欺负。原来老师也早就看不惯学生会的行为了。听到老师的这番话之后，伊利的眼神瞬间就变得犀利起来。下课后，他二话不说就对会长的跟班发起了挑战。
紧接着回到宿舍就穿上了自己的战袍。这时的伊利决定不再对他们手软，就当伊利来到斗场之后，直接开干，一脚提档，一手打脸，瞬间就将两人打了一个满地找牙。这一幕直接就把会长给看呆了。他没想到伊利这个转校生战斗力竟然这么强，虽然这场决斗让伊利给室友报了仇，但事后他却因打架而被校长开除。看着此时的会长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情，伊利瞬间意识到这件事和会长脱不了干系。在经过了一番心理斗争之后，他悄悄跟踪起了会长。等会长经过一处森林中时，伊利缓缓举起了一根棍子。Du är ganska snabb. Fan inte klok. Ner på knä sa jag! 会长见状立马跪下，说饶了他就给他1万块钱。然而此时的伊利却让会长摘下手中的戒指。Just en sån här ring så kan du identifiera ett ruttet lik. Och så tänderna förstås. 会长听后瞬间就被吓破了胆，没想到就在这时，会长因为害怕竟然呕吐了起来。伊利见到曾经嚣张跋扈的会长变成了这样，直接甩下戒指冷漠的离开。哪知经过这件事后，校长竟取消了对伊利的开除，并且之后会长再也没有报复伊利，让伊利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虽然伊利的毕业成绩名列前茅，然而继父却对他仍旧不满意。Vad glor du på? Va? Vad i helvete glor du på? Vad glor du på? Du kommer med mig. 但此时的伊利却对继父不再胆怯，一把关上了房门，决定将这些年的惩罚全数归还。这个男人只是揉了揉眼睛，不料竟发现路人竟变成了一个纸片人，吓得男人再次揉了揉，结果竟发现此时的世界已经完全大变样。有些路人像是被劈成了2半一样在路上走，有些人变成了一团马赛克，也有些人的身体和衣服分割成了2半，还有人身上插满了充电宝，甚至还有些人变成了树人。小帅见到这一幕后，瞬间就被吓得魂都没了。由于太过激动，他不慎撞到了一个黑道大叔，没想到在他的眼中，大叔竟然成了一个变形金刚，吓得小帅反手就一巴掌把大叔推倒。没想到下一秒，那大叔竟然又变成了一个正常人。为了教训一下小帅，大叔立马就准备割掉他一根手指以表惩罚。然而就当黑老大准备动手时，小帅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哪知下一秒，大叔手指就开始疯狂抖动起来，仿佛是中了某种邪术一样，紧接着就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为了弄清小帅为什么知道自己的秘密，大叔将他带到了工作的地方询问，没想到这时大叔竟然又成了一个变形金刚。诡异的是，一个小男孩藏在了变形金刚里，原来这个小男孩就是小时候的大叔。小时候他和好朋友玩耍时不慎割断了对方的手指，这件事一直都是大叔挥之不去的阴影。小帅见状迅速给大叔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也导致大叔的心结彻底解开。下一秒变形金刚就瞬间化为虚无，而大叔也意识到了当年的不对，直接跪在地上感谢起了小帅。男人只是在自己脑袋上钻了个洞，没想到竟因此开了天眼，可以看清所有人内心最脆弱的地方。这天小帅来到餐厅吃饭，不料竟发现对面的一个女孩大长腿竟慢慢变成了沙子，并且沙子还一直朝着他对面的小伙扩散。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女孩就突然转身离开了餐厅。为了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帅便开始跟踪起了这个女孩。没想到就在这时，女孩竟主动找上了门来。然而就当女孩转过头的那一刻，女孩的身体竟然又瞬间变成了沙子，紧接着沙子就开始慢慢的往下掉落。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小帅就瞬间被女孩拉入了幻境当中。于是小帅便开始仔细查看起了她身上的沙子，不料最后竟发现这些根本就不是沙子，而是一些密密麻麻的字母，处处显露着女孩内心对爱的幻想。无奈之下，小帅只好上前帮助她，和女孩亲吻在了一起。下一秒，女孩的心结就彻底被打开，变回了一个正常的人。但此时的小帅却感觉自己不正常了，他竟然产生了取钱去医院看病的想法，因为经常看到奇怪的东西太可怕了。不料这天他来到银行排队取钱时，却意外看到了更加可怕的一幕。男孩突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胳膊竟变成了机器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就发现了更加可怕的一幕。只见一个没有脸的女孩出现在了他前面，这可把小帅给吓了一跳。哪知下一秒，那女孩的脸又瞬间恢复了正常。直到这时，小帅才反应过来，对方不正是自己的前女友吗？原来小帅不久前在脑袋上开了一个洞，做了个天眼手术，能看清所有人内心的秘密。但自从做完手术后，他的记忆就丢失了一部分。为了弄清女友为何没有了脸，小帅带着她来到了住的公寓，试图想要找回丢失的记忆。没想到下一秒，一些记忆果然被唤醒。本以为幸福的生活正等着他们，然而等到一觉醒来后，小帅却发现女友的脑袋上也有一个天眼。这瞬间吓得小帅拔腿就跑，去寻找当初给自己做天眼手术的医生。不料此时的医生早已卷钱跑路，无奈之下，小帅只好给对方打电话。没想到医生却说他只负责做手术，其他事情一律不管。但挂断电话之前，医生说出了一个可以让他解除天眼的方法，那就是在脑袋上钻一个洞，这样或许可以让他看清事情的真相。只见小帅心一狠，直接在自己脑袋上钻了个洞。但不料就当他再次见到女友时，女友还是没有脸。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女友的脸竟变成了另一个女人的样子。原来眼前这个女孩并不是自己女友，而是当初撞死他女友的凶手，于是这才变成了他女友的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不敢提及的秘密，但可怕的不是这些，而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唯独只有勇敢面对，这样内心才能获得救赎。
故事最后，两人也放下了之前的一切，从此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男人只是不小心撞死一头猪，农场主竟然强迫他给猪配种。男人以为是要和养猪妹结婚，可没想到农场主直接赶来了一群母猪。杰克当然不愿意，但农场主丝毫不顾他的感受，用鞭子抽着逼他干活。杰克挨着鞭子扛了3天，最后还是被扒光衣服扔进了猪圈。就在几天前，杰克开车路过一家农场，在他低头看手机的功夫，一头猪突然窜了出来，杰克连忙踩刹车，可惜为时已晚。杰克下车一看，发现猪已经被撞死。他觉得撞死别人的猪应该赔偿，于是询问一番，找到了农场。养猪妹热情地招待了他，表示那头猪确实是从农场跑出去的，但是不需要杰克赔偿，还拿出好酒好肉给他吃。杰克觉得养猪妹是个实在人，毫无防备的大口喝着酒。可等他第2天醒来，就发现自己被关在了猪圈里，脖子上套着粗壮的铁链。杰克慌忙询问养猪妹什么情况，还没等对方回话，突然冲进来一个老头，对着杰克一顿毒打。原来老头是这家农场的主人，他说杰克撞死了唯一的种猪，让所有母猪失去了丈夫，杰克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至于代价嘛，就是由杰克来为猪群繁衍后代。说完又拎来1桶猪食让杰克吃，显然是拿他当猪养了。杰克哪能受得了这种屈辱，一脚踹翻了猪食。到了夜里，杰克又冷又饿。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进了猪圈，对方一言不发，只是帮杰克解开了铁链，让他赶紧逃。可惜两人闹出的动静太大，惊动了养猪妹。农场主带着人追了过来，杰克还是被抓了回去。眼看逃不掉，杰克只能接受现实，竟然渐渐融入了猪群生活，甚至成了新的猪群头领。农场主看到杰克表现良好，也开始慢慢信任他，特意给他换了一条长铁链，让他能走出猪圈晒晒太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农场主突然把杰克带到了屠宰场，让杰克帮忙杀猪。可看着眼前的老母猪，杰克却根本不忍心下手。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杰克一眼就认出这是他的后宫之一。此时他似乎把猪当成了同类，心底的滋味难以言说。母猪被杀后，杰克半天缓不过神。这时一只小猪突然出生，杰克被吓了一大跳。这天村里举办晚宴，杰克也去了，但村民们根本没拿他当个人，还指责他不该跟人坐在一起。杰克失落地躲到角落，却恰好看到了自己的汽车。他条件反射地坐了进去，却发现自己已经忘了怎么开车，不小心碰到启动键。这时养猪妹发现了他，大喊种猪要逃跑。无辜的杰克被农场主拖回猪圈，当着所有村民的面一顿毒打。可这次杰克却被打醒了，丢失的人性也回到了脑海中。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跑。通过不断训练，杰克成功让小猪帮忙偷来了钳子，用钳子解开脖子上的铁链，然后混进送猪的卡车，竟然真的让他逃出了农场。可是卡车走到半路突然爆胎，翻倒在山沟里。杰克不管不顾地往树林里逃，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车上的小猪也跟了上来。但此时的杰克已经恢复人性，根本不想管他们。结果刚跑进树林，就脚下一滑，倒霉地摔进了陷阱里。杰克试图攀爬，却根本上不去。就在他绝望之时，一根绳子竟然从上方伸了下来，原来是小猪们来救他了。杰克获救后满心愧疚，觉得自己辜负了猪群的信任。小猪们显然把他当成了头领，于是杰克决定带着小猪们一起逃。他们结伴而行，在日落前爬上了山头。但夜幕降临时，杰克突然发现山下的农场着火了。想起猪圈里还有很多猪，杰克哪还顾得上逃跑，想也不想地冲下去救猪。在他的帮助下，猪群得以幸免于难，农场主却死在了大火中。经此一事，杰克确定了自己的心，他要留下来照顾猪群。为了名正言顺地继承农场，他娶了养猪妹为妻。所有人都不知道，杰克这么做只是为了他的猪群。从此这座农场变得越发诡异，明明一头种猪都没有，却不断有母猪怀孕，也不断有小猪仔出生。男人不小心栽进了化学药水中，不料爬出来后，身体就发生了诡异变化。只见他脚踩到的地方全被药水所腐蚀，慌张的他急忙钻进浴缸清洗身体，没想到浴缸中的水瞬间沸腾了起来。不等他反应过来，他的胳膊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膨胀，仿佛里面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就在男人惊恐之际，脑袋又传来阵阵剧痛，紧接着他轻轻抓了一下头发，头发便脱落了下来。他赶紧来到镜子前查看，结果当场就被自己丑陋的模样吓坏了。随后他的脑袋开始不断膨胀，胸肌也随之增大了好几倍，伴随着男人痛苦的尖叫声，他彻底的变成了一个丑陋的巨人。担心自己的样子会将母亲吓死，巨人大壮只好离开家去外面生活。殊不知正是如此，大壮命运的齿轮咔咔转了起来。当天晚上，几名嚣张的地痞流氓打劫了一名警察，眼看着警察就要被折磨死，一双大手突然出现，将领头的一下甩飞。还没等几人搞清状况，一个2米多的巨人就将他们拎了起来。而这个丑陋的巨人正
正是当初掉进化学药品中的大壮。为了教训一下这群混混，大壮直接在他们脸上打了一套咏春拳，将这群小卡拉米彻底的解决。变异巨人将劫匪固定在油锅前，强行将他双手炸得肆意飘香。尽管他不断求饶，但为时已晚，因为大壮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另一个劫匪见状，挥舞着拳头想要上前教训他，可几个回合下去，大壮都毫发未伤。很快，这群劫匪就被大壮打翻在地。随后，大壮又淡定地来到了健身房，二话不说走向了一个坏事做尽的小混混，拉起健身器直接将他送去了西北。考虑到健身房胆小的女性，大壮还贴心地用拖把遮住了小混混毁容的脑袋。晚上，大壮扶着墙正尿尿时，又碰上了一个小混混。小混混二话不说拽着女孩就要带回家，大壮哪能同意别人在他眼皮下作恶，直接将小混混举到了墙上。这时，车上的几名小混混匆匆走下了车，准备杀掉大壮。可几个回合过后，才发现根本不是对手。很快，所有的坏人就被打倒，成功的将女孩救了下来。正因为这次救下一名美女之后的大壮，彻底爱上了帮助别人的感觉。每当城市中发生危险的事情，他都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甚至还会帮助老奶奶过马路。这天在路上，他突然发现几个男人在那调戏一名盲人女孩。大壮见状，赶紧走了过去，瞬间吓跑了几人。由于大壮的勇敢出手，女孩深深地爱上了他。自从大壮有了女朋友之后，每天打击黑恶势力的动力更大了。这个老奶奶刚买完东西想要回家，不料却突然出现几名混混，直接将老奶奶买的东西摔在了地上。还没等老奶奶反应过来，混混抄起家伙就将她给砸晕了，然后开着老奶奶的汽车潇洒离开。可就当他们沉浸在幸福中的喜悦中，大壮直接出现在前方，一个跳跃扑到了他们的车底。混混见状立即踩紧油门，想要将大壮给甩下去。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大壮可不是一般壮，他一把抓住副驾上混混，将其摔到了路上，紧接着就钻到了车里。尽管开车的混混急忙求饶，但为时已晚。最终由于汽车失控，径直的就冲到了山下。下一秒，汽车翻滚到路上发生大爆炸，但变异后的大壮并未受伤，他直接徒手掰开了车门，从车里爬出来离开了这里。本以为大壮能够一直在城市中惩恶扬善，但很快城市中出现怪物的事情，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为了不引起周围群众的恐慌，警方决定发动武装力量将大壮抓住。于是二话不说就驾驶着坦克车上山，对大壮展开了追捕。很快，警方就来到了大壮的豪华包间中。随着长官的一声令下，几十个枪口瞄准了大壮的包间。但就在这时，曾经被大壮救下的群众却纷纷站出来保护大壮，说什么都不让他们开枪。没办法的警方只好放下手里的枪，但这时的长官却不乐意了，对着大壮就是一顿疯狂射击。可子弹并不能伤害大壮分毫。不等长官意识到危险，大壮一个回手掏就掏穿了长官的肚子。看着长官躺在地上没有了动静，在场所有人纷纷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最后，大壮在所有人的见证下和盲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如果你长得不太好看，可以找个眼神不好的人做对象。老太婆偷偷在湖里养了一只小宠物，她每天都要拉着一头2000公斤的黄牛来到湖边，还要将黄牛的眼睛蒙住，而一只万吨巨鳄早就在水面等候，下一秒就以超光速将黄牛一口吞下。老太婆早就将鳄鱼当作亲生儿子，就连自己丈夫都被她推入水中喂给了鳄鱼。为了使鳄鱼能够吃饱吃好，她又假装报警骗来警察，说自己的丈夫失足掉入水中生死不明。警察听完赶忙穿上潜水服，直接跳入水中查看情况。可奇怪的是，偌大的湖里竟没看到任何鱼类。很快，警察竟在湖底发现了一处洞穴，他好奇地扒开树枝上前查看，可突然，警察被巨鳄死死咬住身体，并在水里不断的拖来拖去。同伴见状吓得不知所措，等他好不容易拉住同伴身体，可水里的巨鳄仍旧不打算放过他，直接将他的下半身全部咬掉。为了能够抓住这个水下的怪物，警察直接调动一架直升飞机，并吊着一头黄牛当诱饵，想要引诱水里的鳄鱼上当。可没想到鳄鱼的智商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一只黄牛被当作诱饵下湖钓鱼，随着黄牛缓缓下沉，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原来此时一只食人鳄正虎视眈眈地朝他逼近，岸上的众人立马警觉起来，纷纷举枪严阵以待。随着巨鳄越来越近，黄牛吓得发出了惨叫声，众人刚想射击，不料对方突然一个起跳，连人带机都被他拽到水里。好在飞行员反应迅速，及时撤离。眼见这一招不行，佛伯勒只好找动物学家胡子哥帮忙。他很快就断定湖底下藏了一只罕见的史前巨鳄，可这个物种应该早在几百年前就灭绝了。为了搞清楚真相，几人开着快艇再次来到湖中央，胡子哥果断跳入水中探索。可找了半天，除了一堆动物尸骸，并没有发现其他生物。就在几人准备撤退时，巨鳄猛地窜出水面，直接将小伙的脑袋咬掉。人们顿时被吓麻了，赶紧失魂落魄地撤回岸边。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水底的巨鳄到底有多可怕。就在几人不知如何是好时，突然森林中一只熊大朝他们扑来。好在几人反应迅速，及时躲过攻击。可熊大并不打算放过到嘴的肥肉。福伯勒刚想反击，不料下一秒，巨鳄突然窜出水面，将熊大咬得稀碎。众人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没想到巨鳄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还要凶残。看清对方全貌后，胡子哥查询资料得知，这是一只2000年前的史前巨鳄。如果能将其抓获，那么就可以在他身上探索到未知的秘密。但警长却认为，对于如此凶残的动物，应该当场击杀以绝后患。但胡子哥却坚决反对。第二天，他带着自己的那份执着，再次潜入水中寻找。殊不知，正是这份执着差点将他害死。可他在水下半天却一无所获，无奈他只好失望地浮出水面。就在他准备撤退时，突然感到背后传来阵阵杀气。
男人缓缓钻出水面，没想到身后竟出现一条史前巨鳄。眼见巨鳄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胡子哥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惊慌中，他小心翼翼地游向直升机，生怕发出一丝动静惊动鳄鱼。女警见情况不妙，赶紧启动飞机引擎。危急时刻，胡子哥果断打开安全气囊，以此来吸引巨鳄的注意力，而他则趁机登上飞机。可要命的是，他们刚要起飞就被巨鳄死死咬住。尽管飞机已经启动最大马力，但仍旧没办法逃离。面对如此恐怖的存在，女警急忙掏枪朝鳄鱼脑袋射击。受到惊吓的巨鳄这才松口。回过神来的两人赶紧加大油门逃离湖面。有了这一次的经历，几人这才意识到这条巨鳄比他们想象的更难制服。就在众人束手无策时，警长突然发现了诡异的一幕。这天他和往常一样在岸边观察，没想到竟看见老太婆将黄牛的眼睛蒙上，然后拉到湖边饲养鳄鱼。警长瞬间气愤不已，立马质问老太婆为什么要饲养这么凶残的宠物。眼见事情败落，老太婆倒也很爽快，承认巨鳄是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已经和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就连自己丈夫也让他送去喂鳄鱼了。看到如此变态的行为，婆婆们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为了阻止更多的人遇害，他们利用黄牛当诱饵，试图将巨鳄引出水面，将其制服。可等了半天，湖面始终没有动静。就在众人放松警惕时，黄牛突然开始发出阵阵惨叫，原来是鳄鱼正虎视眈眈地向他逼近。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鳄鱼突然一跃而起，死死咬住黄牛，巨大的重量也将直升机拽到水里。狡猾的巨鳄猛地一窜，想将二人吃掉，却不小心卡在直升机里。危急时刻，警长瞅准机会，一枪射出麻醉剂，一场巨鳄风波也就此结束。这个待产孕妇正躺在医院做 B 超检查，不料医生刚把听诊器放上去，肚子里的孩子就突然蹬了她一下。医生起初并没在意，但就当他再次将听诊器放上去时，她的肚子竟然将听诊器给夹烂了，当场把医疗设备搞报废。紧接着，女孩的肚子就开始不停蠕动。诡异的一幕下的医生和护士赶紧冲了出去，他们认为这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必须立即对女孩进行手术。随后，两人急忙将女孩抬进了手术室接生。没想到，就当女孩刚被抬进手术室没多久，她的肚子就开始剧烈疼痛。紧接着，医生就发现她的肚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变大。女孩认为自己可能是怀上了怪物，拿起刀子就不打算活了。好在医生及时出手阻止了她。为了让女孩冷静下来，护士急忙给她注射了一针镇静剂。没想到镇静剂注射完后，女孩的肚子又诡异的大了一圈。两人认为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进行接生手术。没想到就当护士刚蹲下身来，5斤羊水就瞬间呲了她一脸，当场把护士搞得再也看不见了。就在两人还不知道什么情况时，女孩的肚子再次剧烈运动起来。随之，女孩就被疼得滋哇乱叫。还没等医生护士反应过来，一只触手竟然离奇的伸了出来。女孩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第一次怀孕，生出来的竟然是一只螃蟹。刚满18的女孩晚上竟然敢在院子里荡秋千，结果她刚荡了没几下，地底下就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声音。还没等她搞清状况，一双大手就突然伸了出来，将她抓到了地底下。之后发生的什么女孩都忘记了，只记得当时全身动弹不得，仿佛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困住一样。直到次日一大早，她才逃了出来。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当她回到家后，竟然发现肚子越来越大。被吓坏的女孩急忙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却认为她怀上了神灵的孩子，赶紧让手下将她送到了医院进行检查。没想到仅仅1个小时的功夫，一只螃蟹就从她的肚子里爬了出来。这一幕当场把医生护士吓得逃出了手术室。而与此同时，出于不放心，女孩的父亲也来到了医院查看情况，但医院的保安却不让他进去，还说他接到了命令，医院现在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原来这里的院长规定，生孩子时不允许任何男性进入医院。见到医院此事不让进去，父亲只好暂时离开。但他在外面等了很久，女儿都没出来。这件事瞬间气得父亲火冒三丈。为了尽快弄清女儿现在的情况，父亲急忙找了3个小弟过来，让一个小弟爬上电线杆剪断了医院的电话线，紧接着跑到后备箱拿出准备好的枪支弹药，一言不合就打爆了医院大钢门上的大门，潇洒地闯进了里面。院长听到枪声后，急忙拿出手枪防身，但他一个人哪里能抵得过3个人？很快他就被一顿连环射击送去西北。就在父亲准备寻找女儿时，不料这时的医院里却发生了诡异的事情。只见随着医院里的灯光不停地来回闪烁，地板下面竟然被拱出来一个大坑。还没等众人搞清状况，一个牛头怪物就瞬间从地下钻了出来。殊不知，这只怪物正是导致他女儿怀孕的罪魁祸首。地板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想要破土而出，好奇的男人走上前去查看情况，不料却被一双大手拽了下去。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只牛角怪物就从坑里站了起来。看到眼前的一幕后，众人脸上瞬间露出惊恐的表情，失态的蜷缩在了角落里。但这也丝毫阻止不了他们被吃掉的宿命。殊不知怪物的出现只是想带走自己的孩子，原来他和一位女孩产下了一只螃蟹。随后牛角怪二话不说就在医院中开始肆意的搞破坏，寻找自己的孩子。黄毛听到动静，拿着枪赶紧来到了走廊，不料下一秒他就和牛角怪撞了一个满怀，很显然他也没能逃掉厄运。与此同时，女孩的父亲也来到手术室，发现了刚生完怪物的女儿。看着女儿此时已经奄奄一息，父亲顿时心疼不已。得知女儿刚才生下了一只螃蟹后，父亲不敢相信的缓缓走向一边查看情况，结果竟然发现那根本不是螃蟹，而是一只长着螃蟹身体的小牛角怪。这一幕瞬间让父亲愤怒不已。听到屋外传来一阵诡异的声音，父亲拿起手枪就径直的走了出去，结果下一秒他就和怪物也撞了一个满怀。他还想要抬枪射击，不料却被怪物用意念给控制住了。紧接着怪物二话不说就送他去了西北。听到屋外的动静后，女孩瞬间察觉到父亲已经惨遭了不幸，气得她二话不说就拔掉身上的针管，赶紧拿起了桌子上的手枪，一枪解决了这个怪物的幼崽。
随着一声枪声响起，怪物很快就走进了房间查看情况，看着自己的孩子已经躺在地上没了动静，气得他朝天就开始一阵怒吼。女孩本以为怪物会给孩子报仇，没想到此时的怪物还深深爱着她，并没忍心伤害她，而是直接转身抱着孩子的尸体落魄地离开了医院。看到这里，你认为怪物还会回来找她吗？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女孩子大半夜的千万不要出门，尤其是漂亮的。女孩被一群陌生男人绑到了小树林，本以为是美色惹的祸，没想到这个几个人比她想的还变态。他们看中了女孩的生辰八字，竟然打算将她献祭给恶魔。随后他们拿起斧头，对着女孩的肚子狠狠地劈了下去。然而女孩并没有因此死去，反而是恶魔看中了她的身体，竟然附身到了她的身上。解决掉这群狗男人后，女孩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附近闺蜜的家。闺蜜看到她满脸鲜血的样子，先是被吓了一大跳，随即才想起来要带女孩去医院。然而女孩自己也清楚身上的变化，只是露出一个阳光的笑容，表示自己没事。随后她打开闺蜜的冰箱，开始翻箱倒柜起来。刚刚那几斧头可算是把晚上吃的全挖出来了，现在的她饿得不行。然而刚吃完几口，女孩就开始发出瘆人的咆哮声，吓得闺蜜直接亚麻呆住了。只见下一秒，女孩竟然一口吐出1斤的石油。闺蜜见状，赶紧拿起电话打算叫救护车，可女孩却提前一步将她壁咚到了墙上。接着女孩朝闺蜜的脖子张开了嘴巴，但等了很久也没有真正咬下去。女孩能感觉到身体里对鲜血的渴望，不想伤害闺蜜的她转身离开，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女孩抓住男生的手放在胸上，让他感受心脏的跳动。从男生的反应不难看出，真的很撩。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学校的校花竟然邀请自己今晚一起到小树林里学英语。虽然地点很奇怪，但男生小头代替大头，还是义无反顾地答应了女孩的请求。最开始女孩非常好学，英语说的夸夸棒，但很快男生就感觉到不对劲，四周来了一些小动物，正死死盯着了他们。眼看气氛变得越发诡谲，男生有了离开的打算。没想到下一秒，美女突然转变成了野兽，男生发出惨叫。等他被人发现时，男生已经被人开膛破肚地躺在了小树林里，一只梅花鹿还在一旁替他收尸，让这一幕愈发荒诞可怖。男生的死讯迅速传开，警方受到惊动，他的父母认为是变态杀人犯所为，却不知真正的凶手正在丛林的湖泊中游荡，如地狱中爬出的恶魔。女孩淡定地拧干头发离开现场，表情漠然，仿佛毫不在意所发生的一切。她像是正常人一样回归了生活，唯独留下了一个破绽，那就是她的闺蜜。闺蜜无法忘记她满脸鲜血的样子，马上就猜到了凶手。她试图把真相告诉男友，没想到男友却赶过来嘲笑她嫉妒女孩了。没办法，闺蜜只能独自寻找真相。她来到女孩家，却看到恐怖的一幕。女孩按下打火机，炙烤起自己的舌头，整整烤了2分半。明明都已经烤糊了，可她压根感觉不到半点疼痛。接着她心满意足地笑了笑，没过几秒，舌头上烧焦的痕迹就彻底消失不见了。然而没过多久，她的容貌就迅速蔫了下去。闺蜜很担心她的身体状况，然而女孩却轻描淡写地表示会很快好起来。很快，女孩就把一个男同学约到了附近的烂尾楼，并且为他准备了浪漫的烛光，看着甚至有些浪漫。男生正想直奔主题，没想到的是，女孩的眼睛竟一瞬间变了色，然后猛地扑了上去。墙上的影子展现了正在发生的惨剧，直到男生断气，女孩才肆意享受着自己的猎物。她不是想要肉，而是血，只有血才能帮她恢复容貌。随后，女孩就盯上了闺蜜的男友，她成功用美色勾走了男友的魂。就在她撕咬男友脖子的危急时刻，闺蜜适时赶到了现场，然而这始终还是晚了。男友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死，而闺蜜也无法接受男友的离世，找到女孩就要算账。她最后用一把刀刺入了女孩的心脏，成功将恶魔击杀。然而她也因此疯了，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然而精神病院根本关不住她，很快她就成功逃脱，因为恶魔已经附身到了她的身上。